一割一松一放，将糖果精准送入口中。玩过这款游戏的应该都老了吧？作为一款定位为休闲益智的小游戏，割绳子凭借着解谜性的玩法，在10多年前火遍大江南北，让其背后的公司直接腾飞。时至今日，该系列累计下载量已超7.5亿次，这还远远没有算上盗版的数据。而这一切的开始，仅仅只是1500美元的研发资金。那么一代经典神作割绳子是如何诞生？这款游戏又有怎样的玩法？2010年10月4日，割绳子一代正式发布于 iOS 平台。说到这款游戏时，人们往往会觉得它的玩法十分简单。如果你也这么认为，那就大错特错。一款简单的游戏是不足以成为一代神作。割绳子之所以能经久不衰，源于玩法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。一代的割绳子拥有整整17个章节，每个章节共25关，总计425关，并且每一个章节都对应一个主题和玩法。比如首章的纸板盒，前期还算简单，只需要割掉绳子，将糖果喂给小怪兽即可。但从第5关开始，随着越来越多道具的加入，游戏的难度也随之上升。比如第5关出现了可以上升的泡泡，第16关出现了障碍物尖刺，等到22关时，尖刺开始出现移动。如果你认为这些还不难的话，那么就来到了第2个章节不和。在这一个主题中会出现气垫，通过吹气移动糖果，并且在第9关会出现蜘蛛，跟小怪兽一起抢夺糖果，这使得玩家的思考时间大大缩短。到了第3个章节铝箔盒，又出现了移动绳钩和电流。第4章魔盒出现了传送的魔术帽。第5章情人盒则是将糖果一分为2，玩家需要在小怪兽吃到前，将分为2片的糖果合在一起，但凡只有1片，小怪兽都不会吃，跟少一滴水都不愿意洗澡的小鳄鱼，真的是如出一辙。到了第6章则是玩具盒，这一章可以使用弹飞的蹦蹦床，而第7章则是礼物盒，通过旋转车轮控制绳子的伸缩。是不是感受到了这款游戏的魅力？如果你觉得项目组的脑洞就到这里，那我告诉你，还远远没有。从第8个章节开始，各种稀奇古怪的设定被搬了上来，比如可以调节重力的宇宙盒、旋转刀片的工具盒、蜜蜂拉着绳子走的嗡嗡盒、可以打碟的 DJ 盒，会出现各种形态的幽灵盒，这些幽灵可以变成各种道具，玩家需要通过不断的组合，选出最合适的搭配。到了第13章是蒸汽盒，它与前面的气垫类似，可以吹动糖果，不同之处在于有3档力度可以调节。第14章是灯笼盒，也是一个类似于传送的主题，糖果只要掉进其中一个灯笼里，那其他灯笼也会出现糖果。第15章是奶酪盒，会出现一只小老鼠，当它拿到糖果后不会偷吃，而是会移动到它的其他洞口，玩家需要利用好小老鼠出现的时机，对糖果进行精准操控。第16章的难度就进一步升级，在这一关中，小怪兽会进入睡眠，需要通过灯泡将其照醒，它才会吃糖果。更离谱的是，所有星星也需要照亮，所以在这一个章节中想要满星，难度可想而知。最后一个章节则是机械，会出现手动或者自动的传送带。以上就是割绳子的各种功能道具，或许你听起来并没有什么，因为这些道具我都是一个个介绍。要知道，在游戏里，它们可不是单独出现，往往是好几种一起出现，这种1+1大于2的效果，非常考验玩家对于道具的了解。而这还仅仅只是第1代的玩法，割绳子能火遍全球，除了1代自身丰富的内容，自然也离不开后来的各种续作。项目组平均1年推出1到2款产品，这种恐怖的更新速度，让无数游戏厂商都望尘莫及。2010年12月10日，在1代推出仅2个月后，项目组围绕圣诞节推出节日版，到了次年的8月又推出试验版本。这一代按照官方的说法，就是他们在研发1代时，常常会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思路，但这些想法跟原版的设定并不统一，他们就将这些玩法放在这一代中。所以你会看到绑着绳子的马桶揣子，可以松开或吸附的吸盘，抓取糖果的机械手等等。接下来就到了2012年，这一年项目组并没有新作发布，但到了2013年，一下子推出3款。先是1月的丢糖果版本，后在4月上线时光旅行版本，接着在12月发布了割绳子的第2代。其中丢糖果并非传统割绳子玩法，而是虚拟和现实交互的方式。时光旅行会带你穿越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如古埃及、中世纪等12个章节。最后的割绳子2则是全新主题，加入森林、沙漠、水下等7个章节。小怪兽奥姆可以变身为火龙、老鼠等形态。也正是从丢糖果版本开始，项目组围绕主角奥姆进行更多的衍生产品，不再局限于割绳子这个单一玩法。如2014年12月推出的《我的奥姆》，则是一款类似汤姆猫的模拟养成游戏，后续还有跑酷、竞速、烹饪等各种玩法。当然，除了在新玩法上开拓，原版的割绳子产品也没有完全抛弃。如2014年推出割绳子3重体验，15年的割绳子魔法，21年的3D 重制版，甚至前2年还推出了割绳子3。只不过因苹果独占的原因，知道的人似乎并不多。回顾割绳子这10多年来的发展，正如最初它的灵感来源般，充满了各种不可思议。割绳子的公司名为 Zept Lab， 是 FM 在2009年创办的一家游戏开发公司。它的首作并非割绳子，而是一款名为弹跳忍者的作品，玩法结合了弹射与重力感应。
虽然没有后来割绳子的耀眼成绩，但弹跳忍者依然为他们带来了300万的下载量，并且在研发弹跳忍者的过程中，有一个方案被他们废弃，这就是基于绳子物理的设定，而这个设定后来被彻底开发出来，变成了我们看到的割绳子系列。时至今日，该系列早已突破游戏产品的边界，通过 IP 构建起一个数十亿的市场，涵盖动画、周边、音乐等衍生品，成就 Omnom 宇宙的商业神话。